丈夫坚持婚后 AA， 她尚可忍受，但当小姑子回娘家养胎，一切额外开销竟也要求平摊，她忍无可忍。当初定 AA 制，你不也说一家人要明算账吗？面对亲情的绑架与丈夫的理所当然，她的底线又在哪里？这场 AA 制下的婚姻风波将如何展开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晓和周明结婚3年，日子过得像一杯温水，不冷不热，却也清晰地映照着彼此的界限。周明是个会计师，对数字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执着，这种执着在婚后演变成了雷打不动的 AA 制。林晓最初以为这只是周明婚前财产清晰的一种延续，没想到婚后的每一笔开销，周明都计算得清清楚楚，小到一包盐，大到物业水电，他都会在月底拉出账单，两人各付一半。林晓在一家外企做行政，收入尚可，对 AA 制本身没有太多经济上的怨言，但情感上，这种过于清晰的分割，总让他觉得婚姻里少了些应有的温度和亲昵。比如，他偶尔想买束花装点略显冷清的客厅，周明会笑着提醒他，这属于个人愉悦型消费，记在你账上哦。林晓便默默放下了那束沾着露水的玫瑰，家里的氛围也因此有些微妙。没有共同财产，似乎也少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和一致对外的默契。冰箱里的食物，哪些是他的，哪些是他的，有时连林晓自己都得分神去记。他们的卧室，一张双人床，2床独立的被子，像是他们婚姻状态的某种象征。周明的母亲刘芳偶尔会过来小住，对于儿子儿媳的 AA 制，他嘴上不说，但眼神里总有些不赞同。他会特意多做些林晓爱吃的菜，试图用这种方式弥补儿子在情感表达上的某种缺失。林晓对此心存感激，但也明白这改变不了他和周明之间的核心模式。日子就在这种精确的计算和略显疏离的平静中一天天过去。林晓有时会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发呆，思考这种婚姻的意义。但他不是个喜欢激烈冲突的人，多数时候他选择了沉默和适应。这天，周明下班回来，脸上带着一丝不同寻常的兴奋和一丝不易察觉的为难。他把公文包放在玄关，换鞋时清了清嗓子：“小小，跟你说个事。”林晓正系着围裙在厨房准备晚餐，闻言探出头：“什么事？”周明搓了搓手，似乎在组织语言：“我妹妹周兰，她怀孕了，打算回娘家来养胎。”林晓的动作顿了一下，手中的青菜差点滑落。周兰，她的小姑子，远嫁外地，平时联系不多，怀孕了，这是好事啊。林晓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：“是好事，是好事。”周明连忙点头。不过，她婆家那边条件一般，她老公工作也忙，照顾不过来。林晓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，所以妈的意思是让她先住我们这儿，方便照顾。周明终于说出了口。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嗡嗡作响，掩盖了林晓一瞬间的沉默。他们这个2室1厅的房子是林晓和周明婚后共同购买的，房贷自然也是 AA。除了他们的主卧，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次卧，平日里堆放着杂物，偶尔刘芳过来会住。周兰要来，意味着家里要多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孕妇。林晓脑海里迅速闪过 AA 制的账单，以及未来可能增加的各种开销和不便。什么时候过来？林晓擦了擦手，
走出厨房。下周末吧，妈说她去车站接。周明观察着林晓的脸色，林晓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那次我得收拾一下了。”周明松了口气，以为林晓痛快地答应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这几天我抽空把里面的东西清出来。他显得很高兴。林晓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继续做饭。锅里的油因为没人照看，烧得有些过热，冒起了青烟，带着一股焦糊的气息。周兰的到来比预想中更早了一些。周五下午，林晓还在公司处理报表，就接到了刘芳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刘芳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喜悦和一丝焦急：“小小啊，兰兰提前到了，我们现在就在楼下，你赶紧回来帮忙搭把手，她东西可不少。”林晓捏着电话，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太阳穴突突的跳。他请了半天假，匆匆赶回家，一进门就看到客厅里堆满了大包小包。周兰坐在沙发上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但精神尚可。刘芳正忙前忙后的给她倒水、拿水果。嫂子回来了。周兰见了林晓，露出一个有些虚弱的笑容：“你先坐着休息，别动。”林晓应了一声，开始打量那些行李。周明还没下班，家里只有3个女人。刘芳指挥着林晓：“小小，你先把那个大箱子搬到次卧去，里面是兰兰的衣服。”林晓点点头，弯腰去搬那个几乎有她半人高的行李箱。箱子很沉，她使了不小的力气才拖动。接下来几天，家里彻底变成了孕妇中心。刘芳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周兰，各种营养品、安胎汤水流水般的送进周兰房间。周兰的胃口似乎不太好，很多东西吃几口就放下了。刘芳心疼女儿，又会想方设法做新的花样。厨房的使用频率急剧增加，水电费的指针也仿佛转得更快了。林晓默默观察着一切。周明回来后，对妹妹自然是关怀备至，陪她聊天，给她讲笑话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仿佛林晓才是那个多余的。月底，周明照例拿着水电煤账单来找林晓：“小小，这个月水电费有点超啊，你看看。”林晓接过账单，数字确实比平时高了不少。他平静地看着周明：“家里多了个人，还是个孕妇，用度自然会多。”周明似乎没听出他话里的潜台词，点点头：“也是，那还是老规矩，一人一半。”林晓的心沉了沉，他没说话，从钱包里抽出属于他的那份，递给了周明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周兰的妊娠反应渐渐显现出来，她开始孕吐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情绪也变得有些不稳定。刘芳更加小心翼翼地伺候着，家里的气氛也因此有些压抑。林晓下班回家，常常看到客厅的沙发上散落着周兰换下的衣物，茶几上摆着吃了一半的水果和各种零食包装袋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酸味和各种食物混合的气息。他默默地收拾，尽量不发出太大的声音。周明对这一切似乎习以为常，他觉得姐姐怀孕辛苦，家人多担待是应该的。有一次，刘芳炖了燕窝给周兰补身体，那燕窝是刘芳自己带来的，但炖煮时用的水电煤气却是这个小家庭的公共开销。林晓看在眼里，没说什么，他只是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又记下了一笔。那个小本本是他从周兰住进来后开始记录的，记录的不是日常的业开销，而是那些因为周兰的到来而产生的额外支出。比如，为了照顾周兰的口味，家里买菜的标准提高了不少。那些新增的食材费用，比如周兰怕冷，
空调暖气开得比以往更足，电费的增额。再比如，刘芳为了给周兰洗衣，洗衣机的使用频率也高了，水费的增额。林晓并不想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，显得自己刻薄，但周明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，以及压制下他不得不承担一半额外费用的现实，让他无法释怀。这天，周明从超市回来，提着一大袋进口水果。小小，你看我买了什么？都是兰兰喜欢吃的。他兴冲冲地展示着。林晓看了一眼，价格标签还没撕掉，数字有些刺眼，挺好的。他淡淡地说。周明将水果一一放进冰箱，属于公用的那一层。晚上，林晓在灯下整理自己的小本本。周明洗完澡出来，看到他专注的样子，随口问：“又在算账呢？这个月开销确实大，下个月我们都省着点花。”林晓抬起头看着他：“周明，这些水果算是我们共同支出，然后列吗？”周明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“当然啊，给兰兰买的，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嘛。我们家。”林晓轻轻重复了一句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。周明没有听出来，兀自说着：“妈说兰兰最近胃口不好，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。”林晓合上了本子，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。有些事情说多了，反而显得自己小气。但他心里的天平正在一点点失衡。周兰的肚子越来越明显，行动也渐渐有些不便。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次卧，或者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刘芳几乎包揽了所有照顾他的活，但也因此，他对林晓的一些分内之事就有些顾不上了。比如晚饭，以前多是林晓和刘芳一起做，或者刘芳做的多些。现在刘芳的心思全在女儿身上，厨房的事情很多时候就落在了林晓一个人头上。林晓默默承担着，她依旧准时下班，买菜、做饭、清洗，只是她做得越来越沉默。饭桌上，刘芳和周明会不停地给周兰夹菜，嘘寒问暖。林晓安静地吃着自己的饭，偶尔附和一两句。她感觉到这个家因为周兰的到来，那种微妙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。周明和刘芳的注意力像两颗围绕周兰旋转的行星，而他则像是这个星系之外的一颗游离的尘埃。这天晚饭后，林晓在厨房洗碗，周明走进来，递给他一张超市的小票：“小小，这是今天下午妈去超市买菜的钱，你看看，我们分一下。”林晓擦干手，接过小票，上面林林总总列了不少东西，除了日常蔬菜，还有一些孕妇专用的营养麦片和进口牛奶，价格不菲。妈买的？林晓问。是啊，她说兰兰最近想吃这个牌子的麦片。周明答道。林晓看着小票上的总额，又看了看周明，这些东西大部分是给周兰买的吧？周明点点头。是啊，孕妇嘛，吃的精细点应该的。林晓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。周明，我们之前说好的 AA 制是指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开销，现在家里添了人，尤其是这些专门为小姑子购买的东西，是不是应该单独计算？周明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他似乎没想到林晓会这么直接地提出来。小小，你怎么这么计较？兰兰是我妹妹，她现在情况特殊，我们多照顾一点不是应该的吗？她的语气有些不满。照顾是应该的，我没有不让她住，也没有不让妈照顾她。林晓看着他的眼睛，但是 AA 制是我们早就定下的规矩，既然是规矩，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平。给小姑子买东西的钱从你那一份里出，
或者从你和你妈的共同生活费里出，我觉得更合理。厨房里的空气一瞬间有些凝滞，周明皱起了眉头。小小，你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，都是一家人，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当初定 AA 制的时候，你不也说一家人要明算账吗？林晓反问。周明被噎了一下，有些语塞。那不一样，那是我们夫妻之间，在我看来没什么不一样。林晓打断他，既然要 AA， 就贯彻到底。他把小票递还给周明，这张单子你自己处理吧。说完，他解下围裙，走出了厨房。客厅里，刘芳和周兰正看着电视，笑声隐约传来。周明拿着小票站在厨房门口，脸色有些难看。那次关于超市小票的争执之后，周明虽然没有再直接要求林晓分摊那些额外的费用，但家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。他会默默支付那些给周兰的开销，但脸色总是不太好看。刘芳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，看林晓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和不满。他虽然不直接说什么，但言语间总会有意无意地强调女儿怀孕的辛苦，以及作为家人应有的体谅和付出。林晓依旧做着自己分内的事，不多言，也不退让。他能感觉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。周兰的预产期越来越近，她开始考虑生产和坐月子的事情。这天，刘芳在饭桌上提起了这件事。兰兰这眼看就要生了，我们得早做打算。刘芳放下筷子，看着周明和林晓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到时候我陪着去。周明立刻表态，主要是月子。刘芳顿了顿，在家里坐月子方便照顾，但地方确实有点挤。林晓心里明白，细肉来了。次卧本就不大，放了一张单人床和周兰的行李后，几乎没什么活动空间。如果再添一个婴儿床，加上月嫂或者刘芳日夜照顾，确实会非常拥挤。是啊，妈，这房子太小了，委屈兰兰了。周明也附和道，眼神若有若无地瞟向林晓。林晓安静地听着，没有插话。刘芳叹了口气，要不，兰兰，你月子就住主卧吧，宽敞些，也向阳，对你和孩子都好。周明眼睛一亮，对啊，主卧大，我们搬去次卧就行。他说得如此自然，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林晓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，他的主卧是他在这个家里唯一感到还算私密和舒适的空间，现在也要被贡献出去了吗？周兰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眼神里也流露出渴望。妈，这不太好吧？那是哥和嫂子的房间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刘芳立刻说，你嫂子通情达理，肯定会同意的。小小，你说呢？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林晓身上。林晓慢慢放下筷子，抬起头，脸上带着一丝浅淡却不容置疑的微笑。他先是看向周兰，语气温和，兰兰，你安心养胎，房间的事情我们会商量好的。然后他转向周明和刘芳，妈，周明，家里的情况确实是这样，多个孩子，空间肯定紧张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斟酌用词。不过，关于房间的安排，我倒是有个想法，或许更符合我们家一贯的公平原则。周明和刘芳对视一眼，不明白林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周兰也好奇地看着他。林晓深吸一口气，他知道接下来说出的话可能会彻底点燃这个家的火药桶，但他已经退无可退。既然家里要提供住宿服务，那不如我们明码标价好了。这话一出，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，刘芳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周明也皱起了眉头。
周兰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林晓，又看看他母亲和哥哥。林晓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，继续说道：“毕竟我们家是 AA 制，不是吗？所有额外的占用和开销都应该有相应的补偿，这样才公平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晰地敲在众人心上。嫂子，我就住次卧吧，主卧还是要让你们住的。周兰率先打破了沉默，语气有些小心翼翼，试图缓和气氛。林晓看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却没有任何温度。行啊，主卧1500，次卧800，掏钱吧。林晓的话音落下，整个饭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只剩下墙上挂钟秒针微弱的咔嗒声，提醒着时间的流逝。刘芳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桌上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晓，嘴唇哆嗦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被巨大的震惊堵住了喉咙。周明猛地站起身，椅子腿与地板摩擦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林晓，你说什么？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变调。周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双手不安地绞着衣角，眼眶迅速泛红。林晓依旧坐着，姿态没有丝毫改变，只是眼神更加坚定。我说得很清楚，他平静地迎向周明的怒火。主卧每月1500，次卧800，按月支付。你疯了！周明低吼道，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。她是你妹妹，是我妹妹，她还怀着孕。正因为她是你妹妹，所以这笔费用我才更倾向于由你来支付，或者由你母亲的养老金来承担。林晓语气平缓，却字字清晰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钱，你就只认钱吗？刘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，尖锐地指责道。林晓轻轻一笑，带着一丝悲凉。妈，当初我和周明结婚，定下 AA 制的时候，你们不也说亲兄弟明算账，这样关系才能长久吗？现在怎么轮到你女儿了，就变成我只认钱了？AA 制的核心不就是金钱的清晰分割吗？我只是把它贯彻到底而已。再说了，我出的只是场地、水电煤气，还有我为此付出的额外劳动，难道不应该有所补偿？刘芳被堵得哑口无言，气得胸口剧烈起伏。周兰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小声啜泣着：“哥妈，我不住了，我明天就走。兰兰，你别哭，有哥在。”周明心疼地看着妹妹，随即转向林晓，眼神几乎要喷出火来。林晓，我命令你马上给兰兰道歉。林晓抬眼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或退缩。我没有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如果你觉得我的做法让你无法接受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讨论一下这个 AA 制的婚姻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。这句话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千层浪。周明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林晓会把话说得这么绝。刘芳也停止了对林晓的指责，惊愕地看着他，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儿媳。一直以来，林晓都是温和的、隐忍的，即便对 AA 制有所不满，也从未如此激烈的反抗过。今天的他像一柄出鞘的利剑，锋芒毕露。周兰的哭声也小了下去，她有些害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饭桌上的饭菜早已失了温度，这场摊牌比林晓预想的更激烈，也更彻底。那晚的争吵最终在周明的一声怒吼和摔门而出中暂时告一段落。刘芳拉着哭哭啼啼的周兰回了次卧，客厅里只剩下林晓和一桌狼藉。林晓没有动，静静地坐了很久。他不后悔自己说出的话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
今天的爆发是无数个日夜失望和不满累积的结果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明没有像往常一样和林晓一起出门上班，他很早就离开了家，甚至没有和林晓说一句话。刘芳也没有给林晓好脸色。早餐桌上气氛冷得像冰窖，只有周兰看到林晓时，眼神复杂，带着一丝怯懦和探究。林晓依旧平静地吃完早餐，然后对周兰说：“如果你决定继续住在这里，房租的事情，希望今天能给我一个答复。”周兰的脸又白了，求助似的看向刘芳。刘芳狠狠瞪了林晓一眼，拉着周兰进了房间。中午，林晓在公司接到了周明的电话，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疲惫而沙哑：“林晓，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？我只是在维护我的合理权益，以及我们当初共同制定的规则。”林晓的语气依旧平静。“规则？你现在跟我谈规则？”周明冷笑：“为了钱，你连亲情都不顾了。先不顾亲情，把所有负担和责任都推给我的人，是你和你的家人。”林晓一字一句地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“800是吧？次卧的，我等会儿转给你。”周明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和深深的无力感。“是岳父。”林晓补充道。“知道了。”周明几乎是吼着挂断了电话。下午，林晓的手机收到了银行的转账提醒，800元，来自周明。那一刻，林晓没有胜利的喜悦，反而觉得有些悲哀。他赢了道理，赢了金钱，却可能输掉了整个婚姻。晚上回家，家里的气氛依旧压抑。周明没有和林晓说话，刘芳也把他当空气。只有周兰在接过林晓递过来的水果时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嫂子，谢谢。”林晓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这个家就以一种诡异的模式运转着。周兰住在了次卧，周明按月支付房租，刘芳依旧尽心尽力地照顾女儿，但对林晓的冷漠和敌意也日益加深。他不再主动和林晓说话，甚至会故意在林晓面前抱怨养儿不易，儿媳不孝。林晓对此充耳不闻，他照常上班、下班、做饭、处理家务，只是他和周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。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却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卧室里那2床独立的被子之间的距离仿佛也越来越远。约制依旧在执行，但意义已经完全变了。它不再是婚姻中一种理性的财务安排，而成了一道深深的裂痕，横亘在2人中间，提醒着彼此的疏离和不信任。林晓的小本本上记录的数字还在增加，但他已经不怎么去看了。他开始思考，这样的婚姻，这样的生活，真的是他想要的吗？周兰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行动也愈发不便，次卧的空间确实狭小。他晚上起夜频繁，常常会碰到东西。刘芳看着女儿受罪，心里焦急，又不敢再跟林晓提换到主卧的事情。有一天，周兰在客厅看电视时，不小心把水杯碰倒了，水洒了一地。她想弯腰去擦，却因为肚子太大而十分吃力。刘芳连忙跑过来帮忙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小心点，这要是摔了可怎么办？”擦完地，刘芳看着略显空旷的客厅，又看看一脸疲惫的女儿，眼神闪烁了一下。晚饭时，刘芳犹豫再三，还是开口了。她没有直接对林晓说，而是看着周明：“阿明啊，兰兰这肚子越来越大了，次卧实在太挤了，晚上翻个身都困难。”周明扒拉着碗里的饭，没有作声，脸色沉郁。林晓知道这又是冲着他来的。刘芳继续说道：“我看这客厅
白天拉上窗帘也挺暗的，晚上搭个折叠床，是不是也能住人？他的意思是，如果卧室太贵，或者林晓不肯让出主卧，那么客厅或许是个更经济的选择。林晓抬起头，嘴角勾起一抹难以察的弧度。他放下筷子，用餐巾轻轻擦了擦嘴。妈，您这个提议倒是不错。刘芳和周明都有些意外地看着他，周兰也紧张地屏住了呼吸。客厅确实宽敞些，空气也流通。林晓慢条斯理地说，不过客厅也是我们家的公共空间，如果被占用了，我和周明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三人，所以如果要在客厅搭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价格吗？林晓微微偏头，似乎在认真思考。就按之前我说的，卧室是2000，那客厅就算一半，1个月1000吧。这个数字正是当初标题中提及的客厅1000，仿佛一个预言，在此刻得到了印证。刘芳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他本以为提议客厅，林晓多少会退让一步，或者象征性地少收点，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明码标价，而且价格也不低。林晓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周明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我们是在商量怎么照顾孕妇，你却句句不离钱。这个家在你眼里就是个旅馆吗？难道在你们眼里，我就应该无条件付出，无条件牺牲吗？林晓也提高了声音，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。我上班赚钱，回家做饭操持家务，还要为你们的额外需求买单，凭什么？就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是这个家的儿媳，AA制是你提出来的，现在你又反过来说我认钱。周明，你不觉得你很双标，很可笑吗？林晓一连串的反问，像利箭一样射向周明。周明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。是啊， AA 制是他坚持的，是他引以为傲的理性和公平。可当这种公平被林晓用在他家人身上时，他却觉得如此刺耳和难以接受。刘芳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林晓，你这个不孝的女人，我们周家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妈，如果您觉得我不好，可以让您儿子跟我离婚。林晓冷冷地回应。离婚2个字，再次让房间里的气氛降到冰点。周兰吓得哭了起来。哥，嫂子，妈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不住了，我不住客厅，我回次卧，或者我回自己家。她怀着孕，情绪激动，脸色变得异常苍白。周兰的情绪波动引起了宫缩，当晚她就被紧急送往了医院。好在医生及时处理，母子平安，只是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像一盆冷水，浇熄了家里的战火。病房外，周明一脸憔悴，刘芳也哭红了眼睛，不住地自责。林晓默默地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一切。他没有进去，只是在外面守着。周明走过来，声音沙哑，林晓，这次谢谢你。如果不是林晓坚持要周兰先去医院检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林晓摇了摇头，她也是我名义上的小姑子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。她的语气很平静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关于房租的事情，周明犹豫了一下，艰难地开口，还有 AA 制。林晓，我们谈谈吧。林晓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情，也没有了争吵时的锐利，只剩下一种深切的疲惫。好，他只说了一个字。几天后，周兰出院了。经过这次的惊吓，他和刘芳都沉默了许多。周明找林晓进行了一次长谈，那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如此坦诚的交流。
抛开了所有的计算和戒备，周明承认了自己在 AA 制上的偏执和对林晓感受的忽略。他承认，他把 AA 制当成了逃避家庭责任和情感付出的借口。他以为的公平，实际上对林晓造成了巨大的不公。林晓，对不起。他低着头，声音里充满了悔意。我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。林晓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打断他。我想取消 AA 制。周明抬起头，看着林晓的眼睛。家里的开销，我来负责大部分。你的工资，你自己留着。至于兰兰，他顿了顿，我会和妈商量，看是请个月嫂，还是让她暂时回她自己家调养，尽量不给你添麻烦。林晓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他的眼神里有真诚，也有挽回的渴望，但林晓的心已经在一次次的失望中变得平静而坚硬。周明，他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我们离婚吧。周明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震惊和痛苦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，我会改的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林晓摇了摇头，脸上露出一丝浅淡的苦笑。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，很难再回到从前。AA 制只是一个表象，它暴露的是我们婚姻里更深层次的问题，缺乏真正的尊重、理解和情感连接。我累了，周明，我不想再过那种每天计算得失、感受不到温暖和爱的生活。周明还想说什么，但看着林晓平静而坚定的眼神，他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平静，房子是婚后共同财产，林晓没有多要，只拿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半。他搬离了那个曾经让他充满期待，也让他彻底失望的家。刘芳和周兰对此百感交集，刘芳甚至私下找过林晓，试图劝他回心转意，语气也不再像从前那般强硬，但林晓只是微笑着拒绝了。他租了一个小公寓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，没有了 AA 制的束缚，没有了家庭琐事的纷扰，他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。他开始重新拾起自己的爱好，周末去学插花，去徒步，去认识新的朋友。他的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，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愉悦的笑。周明在离婚后消沉了一段时间，他按照对林晓的承诺，取消了和母亲、妹妹之间的 AA， 承担起了家庭的更多责任。周兰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，看着新生命的降临，周明的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，反思自己的人生。或许真正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失去和痛苦。1年后，林晓在一个朋友的画展上遇到了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，他欣赏他的独立和从容，他也喜欢他的真诚和体贴。他们开始约会，彼此尊重，相互扶持。他会为他准备惊喜，也会在他需要的时候默默陪伴。他从不跟他计较金钱，反而常常对他说：“我的就是你的。”林晓知道，这才是他想要的爱情和婚姻，不是冰冷的数字和刻板的规则，而是温暖的关怀和流动的情感。至于周明，林晓偶尔会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听到一些他的消息，据说他变得成熟稳重了许多，也在努力做一个好儿子、好哥哥、好父亲。他们没有再见过面，有些路一旦错过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林晓站在自己小公寓的阳台上，看着窗外的夕阳，晚霞绚烂，将天空染成一片温暖的橙红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空气中淡淡的花香和自由的气息。AA制也好，收费的亲情也罢，都已经成了过去。重要的是，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一种不需要计算，只需要用心去感受的幸福。
而这场婚姻虽然以遗憾收场，却也教会了他成长，让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也让他更有勇气去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。生活还在继续，带着过往的印记，也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期许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